出大事了！中国再次爆发8964学潮运动。4月25日，广西南宁一学校罢课围堵学校领导，目的是抗议学校招生诈骗。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星，请支持我的朋友帮我点赞，并按下热推按钮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。2025年4月25日，广西南宁，阳光洒在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的操场上，却无法驱散数百名学生心中的怒火。这一天，校园不再是书声朗朗的象牙塔，而成了抗争的战场。学生们聚集在操场、教学楼走廊，高喊退钱、退钱、退钱。他们的声音震耳欲聋，愤怒如火山喷发，点燃了沉寂已久的校园。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招生骗局。据受害学生揭露，学院在招生时承诺包录取，诱导他们缴纳1到2万元的学费，怀揣梦想入学。然而，入学1年后，学生们却发现自己并未获得国家承认的正式学籍。真相令人瞠目，他们被要求在第1学年后参加广西单招或对口升学考试，重新报考学院，才能获得3年制大专的正式录取资格。这意味着他们的毕业时间将比正常学生晚1年，而这一关键信息，招生人员从未提及。他们骗了我们，拿了钱却不给我们学籍。一名学生在视频中泪流满面，控诉校方的欺诈。抗议当天，学生们围堵了副校长的办公室，情绪激动，高喊口号。校方的回应却令人寒心，不仅没有解决方案，反而试图让学生签署自愿退学申请，将责任推卸到学生身上，声称是个人原因不想读了。这一推诿彻底引爆了学生的不满。直到周五晚间，在抗议的巨大压力下，校方才勉强承诺退还学费。抗议暂未升级为暴力冲突。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的操场成了2025年中国青年愤怒的缩影。这场抗议不仅仅是为了学费与学籍，更是对教育腐败、对体制漠视、对社会不公的集体呐喊。它让人想起36年前的1989年，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为自由与正义振臂高呼的青年。广西的学潮是否预示着新的觉醒？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的欺诈事件绝非孤立。它是中国教育体系腐败的冰山一角，从民办高校到职业院校，招生骗局层出不穷。学校本应是育人的殿堂，却变成了榨取百姓血汗的机器。学生们缴纳高额学费，换来的不是知识与未来，而是谎言与绝望。近年来，类似事件在全国频发。2024年，河南某职业学院被曝以定向培养为名虚假招生，数百学生入学后发现无学籍。2023年，湖南一民办学校因招生欺诈引发抗议，学生被逼退学却拿不到退款。这些事件背后是教育产业化的畸形逻辑，学校不再以育人为本，而是以盈利为目的。招生人员夸大承诺，隐瞒真相，校方与地方教育部门沆瀣一气，推卸责任。学生和家长成为这场骗局的牺牲品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这种腐败已深入体制的骨髓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，优质高校集中在少数城市，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选择民办或职业院校。这些学校却往往缺乏监管，肆意钻政策漏洞。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的骗局正是这种乱象的缩影。校方明知学生无法直接获得学籍，却以包录取诱导入学。问题暴露后，又试图用自愿退学掩盖罪行。这种行径与诈骗合意。教育的腐败不仅仅是学校的堕落，更是社会的溃烂。当学校变成骗子，学生还有什么未来可言？当知识的殿堂沦为金钱的奴隶，青年还有什么希望可寄？广西学生的抗议撕开了教育体制的遮羞布，也照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。广西学潮的根源不仅仅是学校的贪婪，而是整个体制的腐朽。中国的教育乱象是体制性腐败的缩影。过去10年，经济下行、疫情风控、外贸萎缩、失业潮席卷全国，普通人的生活如履薄冰。2024年，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0%，年轻人毕业即失业，中年人裁员即无路可走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教育本应是改变命运的阶梯，却变成了剥削的陷阱。体制的病灶在于权力的失控与民生的漠视。地方政府财政吃紧，却热衷于形象工程；教育部门监管缺失，却忙于粉饰数据。广西演艺职业学院的欺诈能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，正是因为背后有体制的纵容。校方敢于隐瞒真相、推卸责任，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普通学生无力对抗庞大的官僚机器。更深层的危机是社会信任的崩塌。在中国，信息封锁、言论审查无处不在。广西学潮的视频在网络传播，却很快被删除，学生的呐喊被淹没在官方的沉默中。这种对真相的压制，比欺诈本身更令人窒息。它让人想起1989年8964学潮的抗议者们，他们的呼声同样被暴力与谎言掩盖。36年过去了，体制不仅没有进步，反而更加严密、更加冷酷。腐败已扎根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从学校到医院，从企业到政府，权贵阶层纸醉金迷，资产转移海外，普通人却被困在监控与谎言之中。教育腐败只是冰山一角，它提醒我们，当体制以压迫为本，任何领域都可能沦为诈骗的温床。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期待？广西学潮的场景让人不禁想起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。那一年，数十万学生走上街头，喊出反腐败、要民主的口号。他们不是为了推翻什么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更公平、更自由。8964的结局虽然悲壮，但它点燃了无数人的觉醒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火种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腐败与压迫的终结永远离不开抗争。晚清的腐朽让中国沦为列强猎场，是革命者用鲜血推翻了帝制。民国的黑暗中，学生与工人的游行逼迫当局让步，换来了短暂的新闻自由。即便在1949年后的高压年代、1980年代的学潮、2022年的白纸运动、2025年的比亚迪工人罢工，都在证明人民的力量从未消失。广西学生的抗议是8964精神的延续，他们的怒吼呼应了36年前的呐喊，他们的团结重现了青年为正义而战的勇气。校方的退让不是仁慈，而是学生用抗争争取来的胜利。这告诉我们，体制并非不可撼动，只要人民站出来，专制的堡垒就会松动。然而，历史的教训也提醒我们，抗争的道路从来不易。8964的失败源于力量的分散与镇压的残酷，今天的抗争面临更严密的监控与更隐秘的审查。广西学潮的视频被删除，学生可能面临事后清算。这一切都在警告我们，觉醒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改变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智慧。广西学潮的火光照亮了中国社会的黑暗，也点燃了青年觉醒的希望。然而，胜利是短暂的，挑战是漫长的。今天的中国，物价飞涨，失业无门，社会保障濒临崩溃。教育腐败只是体制溃烂的一个切面。看看周围，医院的天价药费，企业的996压榨，政府的谎言宣传，无不让人窒息。我们还能忍多久？还能退到哪里？有人说，中国体制太强大，青年无法反抗。这种悲观论调正是奴役的帮凶。试问，世界上哪个自由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南非的种族隔离是曼德拉与民众用抗争终结的，东欧的铁幕是游行与罢工推倒的。广西学生的胜利始于操场的聚集，终于团结的呐喊。我们的未来同样取决于我们是否敢于站出来。我们不能指望外部救援。西方政客或许会在记者会上批评几句，却照样与北京做生意。他们的利益永远优先于中国人民的苦难。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广西学潮的火种证明了团结的力量，学生的怒吼唤醒了沉睡的希望。青年们，觉醒吧！从校园开始，行动起来，记录真相，用手机拍下不公，用文字传播抗争。每一个视频，每一条帖子，都是对谎言的刺破。团结起来，支持身边的受害者，守护每一个被欺诈的同学。抗争从小事做起。面对校方的推诿，敢于说不；
面对体制的压迫，敢于站出来。广西学潮的胜利属于每一位高喊退钱的学生，中国的未来属于每一位为自由而战的青年。这个社会早已千疮百孔，学校骗取学费，政府掩盖真相，权贵掠夺财富。教育的腐败摧毁了青年的梦想，体制的压迫剥夺了人民的尊严。但绝望中仍有希望，只要我们不沉默、不退缩，广西学潮的怒火就能汇聚成燎原之势。8964的精神从未远去，它在每一场抗争中重生。今天我们为学籍而战，明天我们为自由而战，为孩子的未来而战。青年们，站起来吧！让广西学潮的呐喊响彻中国大地，让腐败的体制颤抖，让压迫的铁幕崩塌。自由不是口号，是我们用勇气与牺牲换来的明天。这个社会或许已无甚可期待，但我们的抗争将为下一代点亮希望。行动起来，从校园到街头，从学籍到自由。